大家好，这里是纪实频道。张梅站在银行柜台前，脸色苍白，声音颤抖：“我的钱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没了？”2017年9月，在上海的一家银行，张梅存入的800万元存款竟然神秘消失。她几个月后准备取款时，惊愕地发现账户里只剩下寥寥几百元，而资金的去向更是无从得知。张梅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辛苦打拼多年积累的财富就这样凭空消失。她焦急地向银行工作人员寻求解释，得到的答复却是正常交易转账或她可能被诈骗。面对这样的回答，张梅愈发愤怒。正如古语所言，民以财为天，她的积蓄是她生活的保障，现在却成了一场噩梦。通过查询交易记录，张梅发现她的800万在5天内被分批转走，频繁的转账次数令人啧舌。第一次转账发生在5月15日，当天她的账户被操作了70多次，转出了300多万元。接下来的几天里，剩余的款项也以类似的方式转出，共计180笔，资金流向一个她从未听说过的公司。这种密集的异常交易，即使是普通人也能看出不对劲，更别说银行的专业人士了。孔子曾言：“知耻近乎勇。”面对这样显而易见的异常交易行为，银行本应及时与客户张梅取得联系，以确认交易详情。但令人遗憾的是，张梅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都未曾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或提醒，她的资金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被他人擅自挪用。当张梅察觉到异常，并试图追究银行责任时，银行却坚称己方没有过错，并表示张梅授权了这些转账操作。银行工作人员甚至暗示张梅可能泄露了自己的个人信息，才导致资金被盗。听到这些话，张梅几乎气笑了。按照你们的说法，我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工作人员冷淡地回应：“钱不是银行拿的，具体去向我们也不清楚，还得问您呢。”《论语》有云：“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面对银行的推卸责任，张梅感到极度失望和愤怒。张梅回想起开户时，银行工作人员对她毕恭毕敬，提供 VIP 包厢和热情服务，但当她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时，却完全是另一副态度。尽管表面上仍保持微笑，但那笑容早已不达眼底，话语中充满了指责与推卸。无论张梅如何据理力争，对方始终认为她有问题。无奈之下，张梅决定拉来记者，希望通过媒体的力量揭露事实，还自己一个公道。正如孟子所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他相信通过公开曝光，可以唤起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36岁的张梅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的打拼让她积累了不少财富，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她的朋友吴某是理财经理，经常向她推荐一些高收益的理财产品。过去几年，她通过吴某获得了不少回报。2017年5月，张梅准备出国，吴某告诉她某银行有一项揽储业务，可以提前支付利息。张梅心里琢磨着，既然都是存钱，选择大银行应该没什么问题，毕竟他们的信誉和实力都比较强，风险相对较小。于是他将800万存入新开的账户。不久后，他的另一张银行卡便收到了50万的利息，这让张梅十分满意。吴某还提醒他，短期内不要动这笔钱。张梅也没多想，就安心出国了。然而，当张梅结束出国行程回国后，却发现她存入的800万元已经不翼而飞。她十分生气，不仅向银行质问，也找到了吴某询问情况。但吴某也很诧异，表示自己只是推荐产品并收取佣金，对于具体的操作并不清楚。面对这一情况，张梅感到绝望，她觉得被银行和吴某双双欺骗。正如老子所说：“遭遇不公，拂袖离去，知足者常乐。”然而，
张梅并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决心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张梅选择向法院递交了诉讼申请，在这份申请中，他明确要求银行支付高达800万元的赔偿金额，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利息，以弥补他的损失。他认为银行在资金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职，并且对他的资金安全缺乏保障。然而，一审判决决令张梅十分失望，法院判决银行无过错，认为他的损失是因为个人信息泄露所致。但是，张梅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寻求法律援助，并决心通过上诉来为自己讨回公道。正如毛泽东所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张梅坚信，只要不放弃，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让自己的权益得到维护。经过反复考虑和深入调查，张梅找到了一些关键的证据，证明银行在资金管理上存在严重的疏漏。他发现，在800万元被转走的过程中，银行在监管过程中疏忽了对异常交易的及时察觉与核实，这一行为违背了小额支付系统业务处理办法中规定的操作流程和标准。同时，张梅还发现了一份伪造的授权书，上面留有一个不属于他的手机号码，证明他的个人信息被盗用。这些证据为他赢得了上诉的机会，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维护自己权益的决心。正如古人所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梅相信，只要有证据为自己辩护，就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随着案件的进展，警方也逐渐揭开了这起诈骗案的真相。他们发现，银行的大额揽储业务被犯罪分子利用，以虚假的承诺骗取了张梅等人的巨额存款。这些犯罪分子通过伪造授权信息和联合第三方支付公司，成功将资金转移，最终导致张梅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诈骗案的侦破过程中，张梅积极配合警方调查，提供了关键的线索和证据。经过努力，犯罪分子被成功抓获，为张梅赢得了公道。正如儒家所说，人心为微，道心为微。面对困境，张梅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意志，最终赢得了胜利，也为他人树立了正义的典范。最终的判决结果为张梅带来了公平和正义。法院裁定银行赔偿张梅800万元及相应的利息，作为其遭受的经济损失。这一结果不仅为张梅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为广大的储户树立了警示。在对此案件的深入审理过程中，银行在资金管理上的疏忽被清晰揭示。这一事件不仅让公众对银行的运作管理提出了质疑，更是唤醒了社会对金融安全的深度关切与警惕之心。正如法律所言，公道自在人心，正义必能得以伸张。张梅的坚持不懈，最终换来了应有的回报，也为社会正义贡献了一份力量。在这段艰难的经历中，张梅深刻领悟到了人生的道理。他明白了坚持和勇气的重要性，也体会到了正义和公平的可贵。虽然他经历了许多挣扎和煎熬，但最终他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也让他更加珍惜自己的权益和人生。正如巴尔扎克所说，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必须彻底改变自己，而又知道我们绝对做不到。张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勇气和信心，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迎接更美好的未来。